有小伙伴认识被诊断患有多动症的人吗？多动症及注意缺陷多动障碍是一种会导致注意力不集中、多动和冲动症状的神经生物学疾病。因为仍然有很多人不知道多动症是什么，他们可能会说一些伤人的话，甚至是歧视性的话，所以为了避免这种情况，这支影片就来说说永远不应该对多动症患者说的5句话，以及应该说的话。1. 你确定是多动症吗？如果他们已经被诊断出患有这种疾病，那么进一步询问他们就没有意义了。即使是怀着善意说出来，仍然会让人觉得你根本不重视他。而有人可能会这样说，因为很多人怀疑多动症的诊断，有些人可能会说，哦，这只是因为他们还是孩子，或者他们总是笨笨的且不专心，这只是他们的性格罢了。这并不一定是实情。在儿童被诊断患有多动症之前，会进行全面的身体检查，包括视力和听力测试，以及一种体外扫描，称为神经精神病脑电图辅助评估及 NEBA 系统，以测量菲塔波和脑电波。虽然成人的诊断更棘手，但医疗保健专业人员会查看他们的病史，进行家庭访谈，以及对身体、神经和心理测试，仍有可能得到准确的诊断。所以不要到处去问他们是否确定是多动症。2. 这可能是因为你的成长环境，知道吗？多动症是遗传疾病。根据格里芬的说法，对于儿童多动症，有30%到40%的可能性，他们的父母中有一个人也患有多动症。记住，多动症对孩子和父母都是挑战，孩子可能会面临更高的被霸凌和被拒绝的可能，导致生活质量较低。患有多动症的孩子的父母可能会被怀疑和质疑，他们是否以正确方式抚养孩子。所以说多动症是由父母的管教方式引起的，不仅不正确，最终也深深伤害了尽最大努力抚养孩子的人。3. 你只是需要有自制力。告诉患有多动症的人要有更多的自制力，就像告诉酗酒的人要停止喝酒一样，毫无用处，而且麻木不仁。多动症患者往往因为他们的病而前后矛盾，他们可能一天能顺利地完成任务，第二天就会面临巨大的困难。但这并不意味着自制力更差，相反，他们可能不得不投入更多的精力完成工作。4. 我和你很有共鸣，除非自己也有这种情况，否则可能无法完全理解为什么可以通过听他们说话和自学这个话题来想象他们正在经历什么。说自己完全理解他们，可能会让人觉得在淡化他们的病情。通常，当一个人这么说的时候，实际上可能与他们的一些症状有关，比如健忘、注意力不集中、多动或漫不经心。但并不是所有具有这些特征的人都患有多动症。被诊断患有这种疾病的人面临的症状要强烈得多，甚至会极大影响他们自己的生活和恋情。但如果一个人确实出现了同样的症状，并且开始影响自己的生活方式，请寻求专业的医疗保健人员帮助，以得到准确诊断。寻求帮助很重要。最后一句，5，这是你现在脑子里想的全部事情了。当一个人问这样的问题时，就是在质疑对方的疾病的真实性，这可能会让这个人显得不屑一顾，也会对对方的自尊产生负面影响。虽然多动症是一种神经发育障碍，但并不意味着这都是他们的大脑问题。根据克朗克顿的说法，多动症会导致大脑结构、功能和发育的差异。谈过了应该尽量避免说的话，再介绍一些可以说的话。我从未经历过你正在经历的事，但我理解你的痛苦，而不是说对他们的情况感同身受，知道他们的挣扎，并为他们提供支持。这样就不是在贬低他们的状况，而是给他们一个依靠。毕竟，他们可能因为自己的障碍而失去了机会或打破了恋情，只是需要些支持。当然，你的感受也很重要，所以如果想向他们表达什么，尽量选不会让他们对自己的状况感到难过的词。下一句可以说的话是：我是来倾听的，他们有什么想说的吗？如果有，他们很可能会感激你为他们提供的时间，尤其是如果他们刚刚走过一段艰难的经历，需要释放一些压力。听他们说话的时候，记住不要害怕提问，也不要在他们说话的时候打断他们。也可以说你的挣扎是真实的。尽管心理健康现在被谈论的更多了，但仍然有很多人对此一无所知。
如果你认识的人患有这种疾病，他们可能经历过且听到过很多关于他的指责、误解和歧视或轻蔑的言论，这相当不幸，因为这会降低他们的自尊，让他们质疑自己的自我意识。出于这个原因，时不时地安慰他们，告诉他们他们所经历的是完全合理的，或者说我喜欢你现在的样子。多动症目前不会被彻底治愈，因此患者有时可能会绝望，所以记得不时提醒他们，他们是被爱和欣赏的。这些话谁不喜欢听呢？你很棒。知道迈克尔·菲尔普斯、亚当·莱文还有帕利斯·希尔顿吗？他们都患有多动症。多动症不应该阻碍一个人充分享受生活，所以一定要让他们知道他们很了不起。他们的病症不应该阻止他们做伟大的事。向所有患有多动症的人展示波西·杰克逊，你很棒。你曾经对患有多动症的人说过这些吗？如果小伙伴有任何话题、建议或其他想说的，欢迎在下面评论区留言。此外，如果认识能与这支影片产生共鸣的朋友，请毫不犹豫地与他们分享。一如既往，要点赞并把影片分享给可能从中受益的小伙伴。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开启小铃铛，这样才能及时收到我们的上新通知。观看更多心理学内容，参考文献在资讯栏。感谢收看，下支影片不见不散。